绿潭水冷，竹影千年。师尊说，蝉蜕于浊秽，脱去旧壳，是谓悟道。可我看他挣扎了一夜，他只是想生出双翅，活下去。退旧甲，生新林，本是顺应天道。为何师尊却说，这是低贱的本相？香茅放了几两1把？1把是多少？手能抓住的便是1把。跟你说话甚费学问。师父，衣上已经用香茅洗净了，只是有一事不明。只是什么？我们明明是山中灵蛇，为何非要套上这凡人的衣裳？世人笑我等披毛戴角，师生卵化，仙佛更是高高在上，不穿上这身儒衫，不借这壳，天地中何来立足之地？竹林里有，那是盘身之地，不是立足之地。蛇本来就不立。你年纪小，只会认死理，待你下过山，便知道活在世上，理是最便宜的东西。为师第一次下山，也以为顺应天道便可坦荡，不小心露出了蛇鳞，差点就没能回来。他装成人样，还好看到他身上的蛇鳞，肯定是想害人。跟着废话什么？打死他！理是说给同类听的，人间有人间的道，这条道上容不下我们的本相。心乱，则道心不稳。
师尊得道之后会怎样？成仙。那还是蛇吗？无论是仙是佛，蛇都死了。师父，您以前说，若得道成仙，便不再是蛇了。修身炼性，褪去凡胎，这本相自然就如那蝉蜕一般，弃于红尘了。那最后变成仙佛的，究竟是谁？自然是得了正果的那个。若本相都没了，这壳子就算修得再好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又装得下什么？装得下这泥金，便算有个名分。披上那层金光，总好过在这荒山竹林里做一辈子连门槛都摸不到的野仙。师父，早些歇息。明日为师去山后采些灵芝，你蜕皮，底子薄，经不得山风。明日山中有雨，师父记得带伞。尺素，师父，今日黑风山有一件异宝，那黑熊精又弄了什么名堂？人家如今号黑风山主，那也是熊。他与观音院的金池长老讲经论道，交游甚广。人家抱的可是佛门的脚，你我有什么？有着竹林。昨夜观音院失火，黑风大王从火中得了一件东土圣僧的锦兰袈裟，那是佛祖赐下的物件。明日大王要开佛衣会，请山中同道观赏。从火里拿走叫得？你想说什么？那不是偷吗？异宝无主，有缘者得。东土圣僧死了？没有。那就有主。那袈裟有什么用？佛祖赐下的圣物，只消借来披上一披，便可洗去妖气。您修的是道，穿的是如衣，明日又去披和尚的袈裟，三家若在门口撞见，您先拜哪边？大道同归。既是同归，何必换衣？就算妖气没了，我们到底成了佛，还是成了一条穿袈裟的蛇？痴儿，先图崎岖，待为师披上佛衣，可证大道。